大家好，我是小夏，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我今天想要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美国人教育孩子的理念还有方式。我认为之前在咱们中国吧，存在着很多的谣传还有误会。那自从我们做美国人的房东以来呢，和美国非常多的大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打过交道，前后呢，肯定也有上百位了。我今天就想通过我所观察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所经历的一些对话故事吧，来跟大家打破一下谣言和迷思。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可能听说过美国人都是放养孩子，不管孩子，尤其18岁以后都把孩子轰出家门，让孩子自己独立自由地生长了。那不知道听完我今天的故事以后，大家还会不会这么觉得呢？首先我想说一个是发生在3年前，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对话。当时呢，我们就是房子里面有空房间要招租嘛，然后正好是在暑假的时候，就是秋季开学之前，有一个男生呢就跟他的爸爸来看房，两个人都是美国人，1.9米的大个儿。看了一圈以后呢，他爸爸就说：“我们跟你们2个房东聊聊呗，看你们也挺年轻的。”我说：“那行，聊就聊呗。”他们就问了问我们现在的职业呀，然后我们对于这个房子入住的学生有没有什么要求啊，然后大概其他的房间住的都是什么样的学生等等的。那相应的呢，我也就问了一下，我说您家的孩子是大学几年级呢？因为我们一般会更偏好成熟一些的学生，这样的话他不太容易就是给房东惹麻烦，就是最好这个人要能为自己的决定和事情负责。结果他爸爸就搂着他的儿子，2个1.9米的大高个儿，站在我的面前说：“哦，你知道吗？我的儿子已经21岁了，但是 he's always my baby。”当时他那个儿子吧，就是露着一口大白牙，冲我灿烂地微笑着，然后头靠在他爸爸的肩膀上，然后那个画面给我带来了极强的冲击感。我强烈的就是忍住了我想翻白眼的冲动。我当时特别想说可以，您儿子是您的小宝贝。那您知不知道，我坐在您对面的我们当时也还是2开头的年纪，也没比您孩子大几岁。这个也不能总结为溺爱啊，我觉得就是正常的真情流露吧。就是美国人特别的不吝于表达他们的感情还有感受，这个我相信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共鸣。所以当时这个爸爸说的这句话呢，我相信他是真心真意的想让我们知道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心头肉，是他的好宝贝。听到这里觉得有意思的朋友呢，欢迎给我点赞和留言。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频道呢，也希望您能够订阅我们的频道，关注我们。我和老麦在美国生活工作了近10余年，我们一般热衷于分享一些美国的生活乐事啊，新闻时事，还有买房、投资、赚钱等等的一些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希望你不要错过我们的频道，要关注我们哦。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如果以后谁再说什么美国人都要求他们的孩子18岁以后就独立自主，我觉得您就把这个当句笑话就行了。我们在这么多次的就是出租房屋以来啊，每一年新生入住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他们的父母大包小包，1辆车2辆车，有很多都是除了父母兄弟姐妹，再叫上男朋友女朋友，就是那种2、3辆车的来搬家。而且呢，也都是什么大包小包啊，扛着被子、褥子、水壶，各式各样。我感觉跟国内的大学生去搬宿舍的时候，就基本场景是完全一样的，就跟国内的家长过完暑假寒假要送孩子回学校去住宿舍呀，什么上学呀，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美国人并没有说体现出来他们有什么独立的这一面，甚至我觉得呢，现在国内可能很多的就是大学生如果不在自己的家乡上学，然后要去外城市外省上学的话，都不会这样子让父母送。但是像在美国，这基本都是每家每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父母觉得天经地义的，我就应该帮我们家儿子女儿来搬家。而且呢，我们打交道的这些学生其实年纪都并不小，最小也就是20岁，平均都是在21岁、22岁，就是临近毕业的这个年纪。那个父母对他们的嘘寒问暖呀、端茶送水呀，见得太多了，我一点不觉得体现出来美国人对他们的孩子跟中国人对他们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经济独立。事实上，我们打交道的这些美国学生呢，90%的人都还是靠父母来付房租的，并没有任何人做到说能够自己经济独立，自己养活自己。而且呢，他们中间的有些人虽然也会在校内外打工，比如在学校里面健身房当个什么教练呀，在学校外面星巴克做个调咖啡的呀，但是呢，他们的父母也仍然会强调学习为主。他们打工的这些钱呢，也就是贴补一下自己吃饭、跟朋友出去玩、喝酒这种小花费而已，不可能指望说他们自己负担自己的房租啊、生活费啊等等的。其中有一次呢，我和一位学生家长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这个学生他妈妈就跟我强调说啊，我们家孩子是全 A 生，就是 straight A student。他说话那个语气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啊，就像是你小学的时候考了双100，你爸妈逢人就说，然后夸你是3好学生，基本就是一样的那种语气和对话。而且这个家长的儿子呢，就是在住到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以后，可能因为跟朋友们一起住，变得贪玩了一点，结果成绩还下滑了。然后他妈就还打电话质问我说：“你怎么回事？我孩子的成绩下滑了，你们有没有就是制定一些什么租房守则？比如说不许10点以后继续 party， 然后周末要怎么样什么的。”我当时都被气笑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对吧，这位女士，我只是提供一个屋子给您的孩子住，我又不是他的家庭教师，又不是你们家保姆，什么管家之类的。”我真的是觉得没想到，我没有想过我会有一天和一个美国人的父母有这样的对话。自从我们自己在美国投资做出租房，和很多的美国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打交道以来呢，真的是体会到，觉得以前没出国之前听到的一些关于美国人教育孩子的方式和理念吧，都有一些以讹传讹的意思。尤其是很多国内的公众号呢，写文章都是标题党，他们的宣传的内容吧，都误解了美式教育的意思，认为美式教育就是说美国人不管孩子，让孩子自由自在的生长，不给他限定任何的条条框框，随他发展。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吧，和它里面生活的人的教育理念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这个我认为其实有好有不好，咱们就不在今天就是展开说了。总而言之，可怜天下父母心。我觉得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孩子那个操心的感觉呀，那个为了孩子付出一切的感觉，真的都是没有区别的。不知道你对于这些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给我们留言，觉得我讲得好的话，请给我点个赞。希望你不要错过我们的频道，关注我们，订阅我们。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拜拜。